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藏海传赴山海将同时空降，一个以器剧，一个会熬通宵追评。5月刚一开始，国产剧市场就已经弥漫着火药味，竞争激烈。网传《藏海传》和《赴山海》将于这个月同步上线，迅速引发了热议。《藏海传》《赴山海》对打更是登上了热搜榜。《藏海传》由国剧教父郑晓龙执导，肖战主演，流量十足，制作班底也是一流。而《赴山海》则由莲花楼的高分班底打造，诚意回归，口碑与热度同样有保障。两部剧的优势都非常明显，堪称大制作，但通过片花和班底的对比，感受却大相径庭。一部让人迫不及待，另一部则隐藏着不少隐患，已经被弃剧。《赴山海》讲述的是男主萧秋水，一个从武力微弱的少年侠客，经历了无数磨难后，成长为守护家国的大侠。但男主与武侠题材的结合，已经抓住了流量密码。剧中有2个看点最为引人注目。第一个看点是男主的养成计划。萧秋水在行走江湖时结下了不少仇，父亲萧西楼以及整个门派被屠杀。为了复仇，他发愤图强，拜入8大门派学习，最终集结群侠，开始惩恶扬善。没有主角光环的加持，逆风翻盘的艰难显得更加真实有力。而男主在视角中的江湖恩怨也更显豪放与热血。第2个看点则是打戏的硬核真实。武侠剧最吸引人的就是动作戏，而赴山海的打戏也绝没有敷衍，挥剑劈砍的动作行云流水，招式你来我往，清晰且迅猛，足够让观众目不转睛。没有过多的特效，也没有刻意的慢放，完全依赖演员自己吊威亚来完成。力量与美感兼具，这种动作戏才是武侠剧应有的诚意。除了强劲的剧情，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不容小觑。诚意在《莲花楼》中成功演绎了李香怡的辛酸与侠骨，而在《赴山海》里，他饰演的萧秋水展现了从青涩到成熟的完整成长弧线。片花中，他在满门被灭后的崩溃痛哭，眼神充满绝望，情感迸发几乎能从屏幕溢出，诚意的演技显然足以支撑这个角色。此外，老戏骨丁永岱饰演的萧西楼，气势威严，面无表情，成功诠释了幻花剑派掌门的强大气场。导演任海涛曾执导《莲花楼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大爆款古装剧，《莲花楼》琉璃的编剧刘芳加盟，实力强劲，口碑保障。因此，《赴山海》无疑是有着极高的质量保障。与之相比，另一部大制作《藏海传》则让人多少感到些许担忧。这部剧的题材是权谋，讲述了钦天监郑蒯夺的儿子智奴满门被灭，10年后化名藏海回到京城，通过纵横之术、谋略手段逐步深入朝堂，最终从谋士崛起成为宰辅，肃清朝堂，反抗佞臣的故事。从梗概来看，《藏海传》与《琅琊榜》有不少相似之处，男主涅槃重生、洗刷冤屈的情节吸引了不少观众关注。然而，权谋戏作为核心，如何把敌我博弈、谋略布局、复杂人性的深度展现出来，极为考验编剧功力。如果没有精彩的反转、布局的爽感，这类剧情很容易显得空洞乏味，甚至会给人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。编剧赵柳毅虽然有《重启之极海听雷沙海》等奇幻冒险作品，但转战权谋剧显然有些挑战。导演郑晓龙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他的权谋剧经验有限，能够在这类题材上有怎样的发挥，仍需打上问号。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男主藏海的扮演者肖战。自《陈情令》爆火以来，肖战主演的剧集都有不错的热度，如《余生》、请多指教、梦中的那片海，甚至这些年他出演的作品如《谍报上部封顶》以及徐克执导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《侠之大者》
都在观众中引发了广泛讨论。然而，对于肖战的演技，网友们依旧有争议，特别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《侠之大者》在票房和评分上都表现不佳。肖战的形象与郭靖的老实、执拗性格不符，演技上也缺乏足够的细腻。在《藏海传》中，肖战饰演的藏海是一个隐忍克制、有野心、有抱负的角色。相比外放张扬的角色，这样内敛不动声色的性格更加难以把握，尤其是角色在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，需要更加精湛的演技。这也让人担心肖战是否能够成功支撑起这个复杂的角色。近年来，未播先火的国产剧大多或是改编自热门 IP， 或是因为特殊原因积压已久，或是凭借演员的热度吸引了关注。《富山海》和《藏海传》无疑都是因为演员与班底的强大而受到瞩目，但要想真正吸引观众，剧情质量与演员的演技才是关键。只有口碑先行，才能铸就真正的爆款。《藏海传》《富山海》将同时空降，一个以戏剧，一个会熬通宵追评。深夜的横店片场，肖战裹着羽绒服瘫坐在监视器前，颧骨凹陷的脸颊在雪地反光中显得格外苍白。他刚拍完第18条血液吐血戏份，导演郑晓龙盯着回放里的特写镜头喃喃自语：“这孩子严厉得很近，让我想起陈道明年轻时。”同一时刻，杭州武林广场的裸眼3D 屏上，诚意与中直剑的破碎感混剪，正以每秒千万次点击量血洗 B 站。这位刚在富山海片场完成涉序侠客反派3连切换的演员，正在用威亚绳上的淤青改写武侠剧规则。实景朝堂撞碎次元壁。藏海传剧组用营造法式复刻出裂纹地砖时，富山海正把现代办公室秒变成宋代榫卯客栈。郑晓龙团队在横店搭建的实景朝堂，连官服纹路都藏着钦天监密档，被年轻观众吐槽像历史课。富山海的幻花剑派实景，卫衣侠客踩着藏头狮运动鞋穿梭竹林，直接把 Z 世代电子榨菜刻进武侠。为演活蛰伏10年的谋士，暴瘦15斤后连指尖颤抖都经过精密计算。那场灭门戏里，他趴在雪地上的抽搐被显微镜观众逐帧分析成教科书级生理反应。